联俄抗中这步棋，美国是如何走入死局的？基辛格又对美国政府发出了怎样的警告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联俄抗中这步棋走死了。基辛格发出警告，美国正在孤立自己。最近，俄新社的一篇报道指出，在美国内部有部分政界人士认为，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威胁其实并没有那么大，应该促成联俄抗中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两头搞对抗。而俄媒对此也评价称，美国人所谓的联俄抗中政策不过是空想，是美国为离间中俄所制造的烟雾弹。而提到联俄抗中政策，我也想到了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99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。我们知道，基辛格作为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老手，一直致力于打造平衡战略，以谋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。冷战时期，基辛格便提出要联俄抗苏，并且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。而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，基辛格的态度有所改变，甚至有报道称，基辛格曾向特朗普提议联俄抗中的战略。当然，现如今随着俄乌局势的爆发，拜登政府携众多盟友对俄罗斯进行了近乎一切手段的制裁，也是将联俄抗中这步棋走死了。而最近，基辛格在一场纪念里根总统诞辰日的活动上发表讲话，而且他很直白地给出了一项警告：美国无法承受自我孤立的后果。这句话就值得玩味了。明明现在美国对着众多盟友发号施令，一边要求制裁俄罗斯，一边要求对华脱钩，好不威风。咋就陷入孤立了呢？因为虽然美国能暂时集结自己的盟友，但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对盟友的控制力，或者说是余威。但无论是反俄政策还是反华政策，都会切实损害盟友利益，长期以来会让盟友也产生离心力。其实从根本上，这反映出美国软实力的下降。冷战时期，美国玩平衡战略确实是有一手，而如今美国政府就算想这么做都很难了，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美国能操控一切的时代了。还是拿联俄抗中这套战略来说，就以当前的美国能力，不是不想去做，而是根本做不到。要知道，过去俄罗斯不是没有倒向西方的倾向，但美国为了给北约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，不接受俄罗斯。近年来，随着美国影响力的下降，包括法国、德国都开始质疑北约的存在价值，这使得美国感受到了危机。欧洲是美国的基本盘，在美国战略扩张时，欧洲是他打压对手的重要力量；在美国战略收缩时，欧洲又是他缓解自身危机的收割对象。可以说，欧洲是维系美国霸权地位的根基所在。一旦失去了对欧洲的控制，连美国的霸权也就走到头了，这是美国绝不能接受的。因此，俄乌冲突也就被挑拨起来。美国需要俄罗斯继续作为北约的敌人而存在，但同时，中国的崛起又成为不可阻挡之势。美国也开始担心自己霸主地位的丢失，因此，如今的美国实际上陷入了双线作战，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好，本期的论评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